今天读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“我们都在长大后慷慨地宴请小时候的自己”。文中分享了6个人的故事，我们就用 A、B、C、D、E、F 来代替吧。A 小时候想买巧克力，但妈妈斩钉截铁的一句“不买”，让巧克力彻底成了童年记忆里高不可攀的奢侈品。B 小时候每次都是用哥哥姐姐淘汰下来的旧手机、旧电脑，每次这些电子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的父母总会说拿去修一下就好了。C 在27岁以前都没有去过游乐园，他记得小时候跟父母提过一次，但妈妈明确地说，那根本就不是我们去得起的地方。D 小时候非常想弹钢琴，但父母说文化成绩更重要，兴趣爱好不重要。E 非常想去听周杰伦的演唱会，但他根本不敢跟父母提，因为他知道父母一定会说饭都吃不起了，还去听什么演唱会，说不定还会顺手把他的随身听给没收了。F 有一次考试得了全班第1名，他很高兴地跟妈妈分享这件事情，然后说我们之前说好了，得第1名是有奖励的，我想要冰糖葫芦。妈妈却翻着白眼说，你得第1名是为我得的吗？你是为我学习吗？读他们故事的时候，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家里也挺穷的，那时候我看到一个小孩，他抱着一个公仔，毛茸茸的，非常可爱。我看到那个公仔的时候，我整个眼睛都亮了，因为我非常喜欢，我非常想要一个公仔。于是我苦苦哀求妈妈，妈妈给我买一个吧，妈妈给我买一个吧。但是妈妈都没有答应。我哀求了好一段时间。对，最后有一次机会来了，就是临近过年的时候，妈妈要到街上去买年货，然后我又跟妈妈提了一次，我说妈妈给我买个公仔吧。妈妈犹豫了一会，说好，你在家给我搞好卫生，我就给你买。哎呀，我毫不犹豫的答应好。然后小小年纪的我就提着桶端着水，然后把家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认真的打扫了一遍。虽然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很累，但是一想到妈妈回来的时候会给我买公仔，我就充满期待和动力。最后妈妈真的给我带回来了一个公仔，我记得是一个绿色的熊，然后它的耳朵是橙色的，它的心是红色的，你一按它的心，它会唱歌。哇，我那时候喜欢的不得了，我每天都抱着它睡觉，然后我还会给它盖被子。那个熊现在还在我老家的房间里面。每次我回到老家，我都会抱抱它，就像抱住了小时候的自己。文中还提到说，当这些人工作之后，当他们拿到第1个月工资的时候，他们做的第1件事情就是宴请小时候的自己。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？ A 他是在拿到工资后，他买了一大盒巧克力。 B 呢，他每年都会将自己的电子产品更新到最新款。C 每到一个城市去旅游，他总会先去当地的游乐园。然后我回想了一下自己拿到第1个月工资的时候，我买了什么，我不太记得了，但不会是公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我拿到妈妈给我买的第1个公仔开始，在后面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我又陆续收到了很多公仔。因为就是每当别人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的时候，我总会下意识的回答说我想要公仔。所以我后面就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公仔，从初中、高中到大学，我都已经有很多公仔了。
所以在我工作以后，我对公仔的渴望就没有那么强烈了，因为我已经有很多了。现在请你回想一下自己的经历，小时候你有没有某些请求没有被父母满足过？能描述一下是什么事情吗？同时我也很好奇，你们在长大之后有没有像文中所说的一样，慷慨地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呢？期待你的故事。